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。上一支影片才刚讲过，我们要进行 C 的五小强补完计划，不过这个月有点吃土啊，所以先缓缓，下个月再说。那这一周呢，一样继续来清一下三级，那来组一下好久没组的 HG。那这一周呢，要来开箱的就是这一盒 HG 的重武装钢弹，这一盒也是积了很久哦。那重武装一直是我蛮喜欢的一台机体啦，不过就之前一直没什么机会来开它。顺带一提。NG 的重武装钢弹改 EW 前阵子又再犯，总算被我抢到了。严格上来讲，不是我抢到，是我朋友。感谢我朋友的武术手帮我抢到那一台，到时候再来开箱。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下这盒 HG 的重武装钢弹表现如何。哈基梅马秀，盘件数量9片，包含不怎么讨喜的 PC 零件，其中有一些关节因为是跟其他4小强共用。所以也是有少量的飞件。再来看到补色贴纸的部分，虽然很小张，不过可以看到贴纸的数量还是来到了20张，意味着补色的区域可能不少。那我们就进组装时间。好，那我们这台重武装 TV 版是组装完毕了。那整个组装下来就是非常快，因为重武装本体就很单纯啦，然后它也没什么复杂的翅膀，然后或是背包。那虽然左手是有大型的格林机关枪啦，那不过这台格林机关枪的结构没有到很复杂哦，就很简单，所以整体切下来就是超级快。马上来看一下外观，整体造型忠于当初的设定稿，呈现粗壮的外形，特别是腿部。我个人是很喜欢粗壮的设计啦，不过过头的话就会显得有点肥大。这台重武装我觉得有点角度限定，正面或是从下往上看，整体的比例看起来会很不错，但是从上往下看的时候，会因为脚枕盖很宽，然后配上有导弹仓的小腿，视觉上看起来下半身会显得有点肥大。除此之外，上半身也跟着机设，没有做太多的修改，所以看起来很扁平。没有上摸线的话，基本上立体感会是完全不够的。躯干部分比起设定稿显得不够厚实跟宽大，头部的前后宽度我也觉得有点太小，如果能再厚一点的话会比较好看，而且有点太过于方正了。我个人是喜欢比较圆润一点的感觉。那当然啦，这些都很主观，我知道一定还是会有很多人喜欢这种设计，但我个人就是没有很喜欢这次的比例就是了。接着特别提一下右手，因为有折叠刀的关系，因此平常是无法完全伸直的，会有微微的角度弯曲。再来看到手掌部分，一共有3对，分别是持握武器、开掌以及沙漠钢弹专用的。沙漠这一组说明书上是写自由使用啦，不过看起来也就比战功能，或是把一些莫名其妙的姿势使用得到。接着是手持武器的部分，左手的大型格林机枪，炮管是由2片零件组合而成，因此无法呈现一根根分开的视觉效果。盾牌的内侧有做出少许的内扣，装备时需要先拆下左手掌才能进行安装。另外，旁边的小把手也可以搬动，让右手持握住，呈现扫射时维持平衡的姿态。平时也可以挂在喷射背包的侧面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因为盾牌有方向性，所以即使买2盒挂在侧面，
外观上也会显得不对称，没办法像 EW 改那样子达到协调的外观。那在挂上去的状态下，平衡感蛮好的，不太会有倾倒的问题发生。接着来看贴纸跟补色区域，首先是默认的双眼、前后监视器、胸甲格林机枪盖的蓝色造型，这4片在把玩的时候容易翘起，要注意一下。格林机枪盖两侧的黄色散热口、侧裙甲以及后裙甲的黑色凹陷粗细节，侧裙甲下方的前后散热口，小腿胫骨下方的灰色散热口，这个是带有转折弯曲的贴纸，所以时间久了就会翘起来。最后是脚掌盖后方的灰色细节，其实面积都不大啦，不过数量上还是蛮多的。再来是补色区域，黄色的部分有头部以及胸甲上方的火绳炮，蓝色部分是胸甲格林机关枪的中央感应器，黑色有头部下方的两侧散热口，那这边我是用墨线就直接搞定了啦。还有裆部中央的凹陷处，小腿内侧的大型散热口，灰色是脚掌上方的小细节，白色则是腿部的导弹门。最后是右手折叠刀刀锋处的银色，是还好啦，不算太多，比起很多补色地狱的 HG 来讲，真的算少。那至于抽胶处，身为 HG 那是必不可少，常规的脚掌以及格林机枪握把的3处小凹洞，真的也是蛮少的啦。这部分万代异常的有那么点诚意。再来看一下可动，那这台呢跟躯干的连接处都是采用 PC 零件，所以部分的可动会大打折扣。那在其他机体就很受影响啦。不过我自己玩下来是还好，毕竟这种武装能摆的姿势就不算多，还算够用。然后武器舱盖内侧的部分都有少许的内构，这一点还蛮不错的。首先是头部，那头部的连接处跟 PC 零件非常的紧实啊，所以只有俯视比较有角度。那上仰跟侧摆呢就几乎没有。那左右旋转呢就是正常水准的表现。躯干虽然在胸甲处有一小段的可动，不过因为会跟造型产生干涉，所以在后仰跟侧摆就几乎可以当作没有。那在弯腰的部分，那因为这个骨架是共通的啊，那这个机构我猜应该是之前给飞翼变形用的，那所以呢弯腰还算有一定的角度。那左右360倒是正常是没什么问题的哦。中间的胸甲盖可以打开，露出内藏的格林机关枪。那这边我个人是建议从上方开启，那比较不会弄到旁边的贴纸哦。再来是手部，是把玩最常脱落的地方。那前后360旋转是没什么问题。那因为是使用 PC 零件，所以自然外摆关节就是没有。那肩胛的掀起主要是依赖球形关节，没有其他额外的可动。导弹舱的部分可以掀开，那这边一样建议是从上方的缝隙处开启会比较容易。手部平举最大就大概70度，手肘弯曲两段可动，最大是150度。右手的折叠刀也可以向外翻出180度。至于根部旋转以及手掌旋转，这些都是正常水准的表现。裙甲方面，所有的裙甲内侧都有少许的内构，虽然平时看不太到啦，不过组装时还是让人觉得蛮惊喜的。前裙甲的造型会跟躯干产生干涉，所以可动范围只有30度，后裙甲则有60度，侧裙甲更小，只有20度，但可以前后摆动来让位给腿部的可动。前踢会受到前裙甲的影响，不过因为大腿造型在下端是斜向的关系，所以可动会有个80度，后踢的部分则是大概70度，侧踢在侧裙甲让位的情况下，则会有90度。根部旋转受限于大腿上方的造型，所以是180度左右。另外特别的是有配置可以提升可动的髋关节，这在 HG 上是蛮少见的。G7是2段可动，这方面表现就普普了，130度左右。小腿外侧的导弹舱门当然也是可以开启，脚掌盖的调整幅度是蛮大的。那再来是脚掌的旋转，会受到脚掌盖的影响，所以可动范围会有一定的限制，没办法360。那再来是前后摆动，侧摆就有一定的水准。那脚掌的前段也可以上下搬动。那以上就是这盒 HG 重武装 TB 的开箱了。那坦白说，主玩当下心情是失望大于喜欢啦，因为就是我第一眼看上去觉得说，就是这个比例有点怪怪的。那我个人是很喜欢设定稿啦，不过就是设定稿归设定稿，那模型归模型。那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觉得说，就是这个比例还是很好看，还是很不错，这就很主观啦。当然啦，这个模型还是有我觉得很好的地方，就是像是武器舱盖的部分，然后它都有做出来的内构，那裙甲也有。不过呢，回到可动的部分呢，因为表现就是普普，所以对这台我目前是一言难尽啊，就是又爱又恨的概念。那如果说就是你喜欢这个比例，然后看完影片介绍之后，你觉得这可动，其实还不错的话，那还是可以去买。而且我记得现在价格没有很贵啊，我之前买是300多块吧。还好啦，没有到很贵。但这样讲，我好像也不太能要求什么，毕竟价格就反映在模型上面。好，总之喜欢的还是可以去买啊。
没有到处不推荐。那我不推荐的通常就是要么就是分色烂到有剩，然后要么就是结构糟的可以，差不多是这样子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。